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做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跟朋友们跟进一个案子的进度啊。老书友都知道，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因为我在網上的2條視頻被一個賬號未經授權搬印，還把我的臉直接當作封面，於是呢，我便製作了一期視頻，手把手教大家打官司。這案件經過整整1年多以後啊，我要跟大家公布一個喜訊，那就是我們勝訴了。江蘇省無錫市濱湖區人民法院呢，於23年9月12號就出具了2023蘇0211明初5936號判決書，依法就判定被告無錫退方無憂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於本判決生效後5日內呢，就在自己的賬號首頁置頂位置連續7日登載對我的致歉聲明，並且呢，在判決生效之日起5日內就賠償我經濟損失及合理費用，共計人民幣35000元。掙到了光，朋友們在彈幕裡走一波掙到了光好嗎？本來本視頻呢，我在9月份的時候就可以出的，但鑑於不知對方是否會提起無謂的上訴，也為了防止本視頻影響後續可能的法院裁判，我就一直按兵不動。後來呢，對方確實上訴了，但由於未在規定時間內繳納上訴費，今天呢，據與法院溝通，一審判決就正式生效。我查了下，目前對方還並未依法履行判決書，我們會依法向法院申請執行。而看到這條視頻的朋友，也歡迎你們前往被告評論區，用合理合法的方式，有理有節的提醒被告履行生效法律文書，不然記得告訴他們，小心成為失信被執行人，也就是俗稱的老賴。朋友們，這就是侵權律師的下場，尤其是侵權老法的下場。侵權的這個男人，他不僅會把你做成土法素材，供大家學習法律知識，還真的會起訴你，讓你道歉並賠錢。所以這個案子告訴大家一個什麼道理呢？道理很簡單，知識就是力量。好好讀書，關注法書，長大後你也可以這麼爽文，面對不公，你也可以這麼揚眉吐氣。不過，如果有朋友關注了本事件來龍去脈，我想大家心裡呢應該會有3個疑問，那就是第一，雖然好飯不怕晚，但這個案子呢為什麼打了整整1年多？第二是本案我們不是在成都的法院起訴的嗎？案子怎麼最終交到無錫的法院手裡審了？第三是法院判賠的這3.5萬到底是怎麼計算而來的？前2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那就在於案件管轄。在立案之初我們之所以將成都高新法院作為管轄法院，是因為我作為原告的住所地就在成都高新區，且本案呢是基於信息網絡實施的侵權行為，故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呢，本着便利原告維權的角度，我選擇了被侵權人住所地及原告的住所地作為管轄地，這是實踐中呢大部分權利人的通常做法。高新法院呢也受理了本案，但是好巧不巧，本案呢就剛剛趕上了最高法出具2022最高法民轄42號民事裁定書，多巧呢，就是前後腳的關係。而這份裁定書核心確立呢，就是本類信息網絡侵權案件管轄的問題。在此前我們可以根據民訴司法解釋，主張在原告的所在地打。對此呢，司法實踐中也有諸多案例進行支持。但在最高法出具這份裁定以後本類案件依照裁定的精神呢，即都應依照最高法關於信息網絡傳播權規定第15條，只有在侵權行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難以確定或在境外的時候，原告發現侵權內容的計算機終端等設備所在地還可以視為侵權行為地。在此情況下，鑑於被告所在地確定在無錫，高新法院呢便在審限將至，同時也是連某結案考核將至的關鍵時刻，果斷依據該裁定的精神，將本案呢移送至了被告所在地即無錫濱湖區人民法院進行審理。多的不說，聽懂掌聲。不過講真，對此我是接受的，因為要是本案最終真由我們成都的法院打贏後，又有人說本人利用主場之便推動案件怎麼辦呢？好事多磨打過官司的朋友都知道，案件移送管轄本身就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隨着高新法院在22年12月9日將本案移送到了無錫濱湖區法院，濱湖法院在收案後呢，就在23年5月25日就本案組織了一次線上的證據交換。8月3號呢，法院就對本案進行了線上的開庭審理，並最終在9月份出具了本案的判決。從本案開始移送到濱湖法院進行實質審理，中間大約有半年的時間。所以如果以後大家直接在被告所在地起訴，這半年的時間呢，應該是可以省下來的。以上就是本案打了整整1年多的原因。所以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法院為什麼會判被告賠償3萬5呢？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那就是大家覺得3萬5的賠償是高還是低？把你的想法打在公屏上。我要坦率的說其實我打這個官司主要還是普法目的。雖然我一開始主張的維權費用呢是10萬，但這10萬塊目的主要是在於給足被告壓力。我的真實預期其實上並沒有那麼高。然後呢，我就不得不提到我們所的何周立博士了。
何博士呢是我們所專精知識產權領域的專家，自去年發生這起糾紛以後啊，有一說一，他很積極，拍着胸脯呢說，主任啊，這事兒交給我，保證送你一個驚喜。我一開始呢很猶豫，想着把這個案子交給他，無異於啊用高射炮打蚊子，拿牛刀殺雞，可以，但沒必要。但不知道為什麼他就一定要做。最關鍵的是啊，律師費還收得很便宜。毫無疑問啊，真正打動我的是收費便宜。於是呢，我便將案件委托給了他。結果真沒想到，高射炮打蚊子還真打出了水平，打出了風采。我看了下他的案件準備呢，的確扎實。細到什麼地步呢？除了我自己被搬運的視頻以外，他懷疑被告不是初犯，還檢索了其發布的其他視頻，並發現啊，絕大多數其他的視頻還真的也是他搬運過來的。然後呢，何博士還找到了原權利人啊，一一對應。戲，朋友們，為何博士走一波戲，好吧？一個我心理預期並沒有那麼高的案件，在他的努力，當然以及法律的規定及法官的明察秋毫之下，就判賠到了目前這個金額。我簡單解鎖了一下，3萬5呢，應該是國內同類案件中啊，目前為止金額算是很高的。然後呢，何博士現在就成了我們所的高級顧問，還有了自己的辦公室。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感覺哪裡不對，好像中計了。你們覺得呢？玩笑歸玩笑，落實到法律，法院呢關於賠償金額的裁判依據啊，主要是在著作權法第54條和著作權司法解釋第25條，即對於權利人的實際損失啊、侵权人的違法所得等啊難以計算的，就應當考慮作品類型、合理使用費、侵權行為性質、後果等情節綜合確定。而在本案中呢，法院就根據作品類型、知名度、侵权行為性質、侵权人过错程度、被告经营規模及存在多次侵权的情況等等啊，以及原告維權的合理支出等因素，就酌定賠償金額呢為3萬5千元。大家注意啊，這裡呢法院也是有考慮到本人的知名度的。價值3萬5的知名度是什麼概念呢？還有一類案件是會考慮到權利人的知名度，那就是名譽侵權案件。我簡單檢索了一下，在 B 站頗為知名的全能唱跳藝人啊，蔡徐坤先生，他在某名譽侵权案件中維權成功所獲的賠償金和合理支出共計是人民幣4萬元。而另一位藝人呢，迪麗熱巴女士，名譽權維權成功所獲的賠償金和合理支出共計為3萬3千元。幾相對比啊，本人目前這個身價啊，略高於迪麗熱巴，略低於蔡徐坤。但在起訴時啊，也就是去年，经法院確認呢，我微博粉絲數是387.5萬。B 站粉絲數呢是47.6萬，現在經過1年啊，關注我的朋友略有增長，微博呢漲了4000，而 B 站呢到了65萬，穩中向好啊，走一波穩中向好。相信下次維權金額呢應該會略有不同，所以觀看這條視頻的朋友們，別人身價能不能超過蔡徐坤，就看你們了。UP 主的身價需要你們來守護，點點關注，讓我再漲漲價，爭取下次維權的時候金額啊能夠趕菜超王，好吧？當然，以上都是玩笑。不同類型的案件呢，法院的判賠邏輯肯定是不一樣的。如果在去年維權的那條視頻中所說啊，我會將本次訴訟所獲的賠償悉數捐出。而我內心呢，已經有了一個很有節目效果的公益機構作為考慮。在本視頻發出以後啊，我會依法向法院申請執行。等款項執行下來，我會繼續呢就後續事項給朋友們匯報工作。然後呢，我在這裡也給何律師做次自來水。之前我不是免費把本案的起訴狀和證據目錄發在視頻的評論區送給大家了嗎？但後續案子越做，我們越覺得啊，第一，其實視頻搬運、抄襲、洗稿這種事啊，在自媒體蓬勃發展的今天並不鮮見，我們光送幾份文書模板呢是遠遠不夠的。第二，不同的律師做同樣的案件，效果肯定也會不一樣。我們也想把真正優質的法律服務分享給大家，所以針對自媒體創作者維權案件呢，何律團隊呢也專門打磨了一套幫助當事人維權的產品。如果你需要維權，或者你關注的 UP 主需要維權，你也可以把我們律師團隊介紹給他們。使命必達，虽遠必誅。有的律師函警告沒用，有的律師函警告是真警告，不為言之不預。當然，這份生效判決也是給一些侵我權的營銷號打個預防針。上個月我不是被一些營銷號帶了波節奏嗎？我也說了我會起訴。目前呢，有的號已經被禁言，還有的號放心，說要起訴你就一定會起訴你。我手上的這些新傳票一定會登上你的破船，等着吧。最後，我也希望朋友們呢能從本案中明確感受到一個司法趨勢，即我國啊對知識產權加強保護的裁判觀點是越來越堅定和明晰了。以前呢勞心費力打個官司，判決結果不痛不癢，甚至連維權成本都覆蓋不了，這樣的司法結果不是在打擊侵權，而是在變相的鼓勵侵權。而現在一份判決下來，3萬5呢，雖然對本案被告來說啊，我相信並不算多，但我相信呢也是足以讓大多數侵权人得到教訓的。背後邏輯其實也與國家經濟轉型密切相關。我們有理由相信啊，
我們的每一份創造都能在法律上得到足夠的尊重。如果你認為自己沒有得到，那我們幫你得到。歡迎來到真實法律世界，我是法山，我們下期再見。